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硬核修护，有我不烦。本节目由身体护理专家凡士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邀你一起畅享行动乐趣的福他林赞助播出。综合3个 case 表现差一点点的4位，你需要进一步观察。李佳杰、周逸纯、曾毅、胡晓，有一个数值，选2个，终止使用。这是一张白纸，我的功过是非都由后人来评判。哎呀天了，我天了！这种目标导向性很强的时候，那我就要兵出奇招啊！既想要完整，又想要形式很细腻，你还要做出复杂的一个呈现。怎么样恰到好处的表现一些自己的要性？其实我们内部还分成了2个团队，互相在竞标，就是我们可能也带了一些 benchmark CV。娜娜这么 aggressive， 因为他们确实处在那种竞争环境里面，有的时候确实要表现一些自己的要性。我觉得这个要知行合一是非常重要的。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猎场内外成长百态，欢迎收看优酷独家出品的猎头职场观察真人秀。嗨，城市猎人！本节目由优酷安徽卫视共同播出。大家好，我是杨迪。为了照顾那些有可能从第5期开始看节目的朋友，各位还是给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嗨，大家好，我是乐华娱乐杜华。嗨，大家好，我是天真。嗨，城市猎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潇。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庞博。嗨，大家好，我是观察越来越多，心情越来越少的阿冷苏醒。嗨，大家好，我是戴克斌。因为上一周看了他们3组的一个交付工作，然后呢产生了4名进入我们待定的实习合伙人。那最终这4位里面有2位可能会暂时离开我们这个试炼，所以说接下来看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是如何准备他们的一个数值呢？我们继续来看。又来到这里了，走，走，今天穿得像个仙子，走呀，花仙子，对，感觉他状态不是很好。对。Morning， 走啊 ，Good morning。哎呀，我要来干什么呢？今天不适合上班了。不是，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酝酿哭的情绪了？没有呀，我今天目标是我不要哭。不可能。你别搞我。今天当我要哭的时候，我就会掐住自己。楚爱，你不要哭哦。我要是看着你哭，我也会哭的。那我一定要哭，那我一定要哭。我就要把这个纸巾从这里哭到那儿，我跟你说，哭一定。那我就一直闭着眼睛，看不到任何人。你们是不是今天要讲 PPT 的？我有。我临时加一个。太远了，这个屏幕再往前推一点吧。运动。他们都做了 PPT， 就我没做。不重要。他们很卷。你们怎么好早啊？早。其实我今天是最后一个来的。待会儿是最后一个进去。不是在外面吗？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就跟上次那个 pray 一样的。哦，当着所有人述职，我感觉佳杰放弃了，他什么都没准备。对，没有 PPT 嘛。上次我是毛坯房，这次我连毛坯都不要了。风餐露宿现在是。那小哥你第一个。肉肉不是第一个嘛，我都 OK。行，那你第2。
鲁伊要最后一个转上最后一个了。哦，他们自己定了一个顺序。哎呀，其实在肉肉后面讲，其实挺有压力的。肉肉 PPT 绝对是那种十分完美的形式。11点半才开始啊。曾毅好像很期待这个数值。对，他很自信的。闹心啊，焦灼啊！别闹心，这是一个体验嘛，多好啊，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算了一下，我自己做这行的时间真的很短，做猎头。然后我就觉得，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好了。是啊，轮不到别人来 judge 我了，已经。哇，我对我自己很满意。很年轻人有的个性。对。说录像不要换一个同桌啊。我给你拿个退烧贴吧。早呀！早呀！早。哎呀，搞快一点，搞快一点。好了，11点30了。大家好啊！因为其实我做这个述职报告呢，最开始我先讲讲我的心路历程。就是一开始听说我是要被评为这4个人中的一个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很震惊的。然后我感觉晴天霹雳的感觉啊，然后述职报告在我看来就是一个 punishment。但是后来我昨天在真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不错的经历，就是我有时间去真正思考一下我在这段经历里面学到了什么，以及我未来如果真的要变成一个 partner 的话，我还欠缺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能参加的这个东西是我一个比较幸运的事情吧。哇，定调定得好。述职报告的话，因为目前我们一共是做了3个 case， 然后我会在每一个 case 里面分析我在这个 case 里承担了什么角色。BD 的沙龙部分，我拿到的结果是7个人中的第2名。在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我首先很快的做了一个策略的设计。那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我觉得地产我可以参与一下，因为龙湖它有医疗板块吧，就是还有的话可以聊。准备的时候，我会首先找近期所有公司的一些新闻，然后正好想跟你们讨论一下，最近地产不是有那个 ESG 嘛？安氏我还特意去百度了一下你们那个 4P passion， 就这个东西，你到时候跟人家一说，不管他们觉得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刻意，但是还是会体现到你是对这个公司是去查了的，是去了解了的。第2部分的话，就是来一份，在我们接到这个 case 的下午，我们其实分析完了，发现市场上很少有完全可以符合客户需求的候选人，所以我马上就跟大家制定了 Plan B。你们2个一人出3个，不管他看或者不看，我要需要一个 mapping 的 list。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在48小时之内找到合适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 list， 去展现出我们的 effort 花在了哪里？然后第3个 case 的话，也就是最近刚结束的我们的 Mars 的这个 case， 我在这里面因为作为一个 leader 嘛，所以我想就是这2方面我做的应该还不错。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 quick response， 我很快的评估了我目前所拥有的知识储备以及我感兴趣的点，我选择了做 Mars 这个项目。然后另外就是 task assignment， 也就是我们这边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他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而不是为了说我们3个人都要去 deliver 候选人，只有在个人最擅长的部分做自己的贡献，才是对于团队来讲最高效的分配方式。做得好细啊！第2部分的话，10个如果作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 你应该具备的素质，我觉得绿色的框框里面是我可能现在个人特质比较突出的部分，当然剩下的可能在合作精神上、善于授权上，以及谦虚谨慎和这个对自我的要求，我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高的。因为这些也是在上一个 Mars 的项目里面，我感受到了这方面我是有一些差距在里面的，所以我会从这4个部分去尽量提高我的在将来的一个领导力的风格。自我认知很强啊，非常清楚，真的。我觉得曾毅压力不大，因为他能感受到自己是那4个里边其实相对不危险，离这个淘汰区远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谢谢。现在问还是一会儿问？
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做完述职报告跟打了胜仗一样。你提个问题吧，你在笑。我没有，我就觉得你讲的很好啊，就各方面都点到了。那我提一个问题吧。先夸奖别人，再提自己的问题。就你刚才也说明你有你自己的 leadership 的理解。就如果你要是打造一个团队的话，你希望你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团队？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是在想，我是找一群跟我很像的人在我的团队里，还是说找不同各样的人，就是每个人有各自的长处放在一个团队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可行的。就是你前面这一种方式，你可能更多的问题会集中在 people managing， 就是你 culture 上面的问题。4、5个都跟我一样的人，我们会不会每天都吵得不可开交啊？这种，但我们的效率和 productivity 肯定是高的。那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我怎么去 push 他们应该达成的一个成果？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需要去实际的经验，我才能总结出来。因为现在我还是属于一个纸上谈兵的状态。对，这样很好。因为我带肉肉有2个项目的，所以其实我对他的执行力和交付能力我是比较清楚的。你让我今天觉得很欣喜的一个点是在于，我相信上一次我们宣布待定名单的时候，你应该是想不到的。但是我后来那天还找你聊聊，我觉得在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你的心态就已经转变过来了。你有非常非常好的特点，但是你要去成长，你就要去找其他的空间，就是关于你的 leadership， 还有关于你的成熟度，关于你的圆融度，我觉得你会成为非常年轻的 leader。而且当我跟你提到是说我们对你的 concern 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去想了，我也从今天的这个 PPT 当中我看到了，非常棒，谢谢。综艺。好的，下一位是谁？小哥。我来。哎呀，放这儿吧。期待。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述职报告。我从来只有我选择别人啊，还没有别人来选择我。什么意思？先撂个狠话吗？对，今天是头一次，哎呀，这个反差感还挺大的，对吧？个人复盘下来的话，其实我对于第一个项目的考验的话是有点这个突然的。拉凯把我们3个组员叫在一起的话，他把我直接就任命为这个组长了。其实我这块意识是淡薄的，所以说在第2天这个沙龙会的话，我更多的话还是以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说我自己盯我自己的客户，对那个 Brandy 还有对师徒的这个照顾是完全抛在了脑后。所以说这一块是我要提升的、要改进的一个部分。第2个，我的优势，我的目标感还是非常足的。给我的2家客户是魁星还有安氏。你们有几个核心研发基地，也是我们的核心研发基地，我觉得能关掉一些核心的岗位。我觉得后期的话，我可以抽个时间拜访一下。好啊。这一块我盯的还是比较紧的，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成果的。第2个的话是拉克对我的总结是发声不足，但其实我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今天不是去那个合众了吗？这个客户的话，我希望转接到你那边吧。我做了一个项目手册，然后我周一给那个威廉引过去。小哥在干嘛呀？就那个合众这个客户，现在要正儿八经引过去了，已经又开始搞业务了。据说之前那个半导体也被你引过去了。Yes。原因其实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我是能自己解决的事情，我是。尤其想对于领导来说的话，我尽可能把最好的结果展现给他。我其实不想给他抛问题的，但这个同时会造成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你的项目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比别人解决的要慢。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我后面需要改进的一个部分，就是向上管理，一定要学会这个求助。优势的话是，当我在面临一个新的业务赛道的时候，我当时是心里是有忐忑的，因为我知道转型的困难。但是我当时还是选择了智能驾驶的那个岗位，勇气啊，我勇气可嘉，还挺可爱。我经常会送自己一句话，就是
异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出自屈原的《离骚》。就是只要你心中有一个目标，心中有所想，即使是粉身碎骨、付出生命，也都不会后悔，奔着那个目标去走。每一个都不想被淘汰，都讲得蛮好的。其实我想说一下，因为跟小哥坐的是比较近，一直是同桌，他有点是那种比较低调，不太说自己干嘛的一个人。但我挺希望他之后的话都可以讲出来，让别人都看得到你给大家的输出。谢谢小鹿。我其实基于你整场目前现在10天的一个表现来讲，包括你今天的呈现，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因为你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人。你的2个转化，包括安氏半导体的转化、合众的转化，大家其实都看到的。包括你现在其实此刻甚至都还在跟他们继续建立联系，这个精神是大家可能都可以去更有敬畏心的一个部分。好的，谢谢老 K。下一位 ，Randy。在你所在的这个组织里，当时你没有承担 team leader 的角色，你也没有冒出很明显的特质，是说我 will to lead。可能这件事情也会给我一个反思，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像你提到一样，表现的会更想要一点。大家好，我是 Brandy， 今天是我的述职报告。首先我要讲一下过去这段时间我做了些什么，我的贡献。在 BD 沙龙的时候呢，我首先也是尽了最大努力去接触可能多的客户。到来一份这个 case 的时候，在出现混乱的时候，我有在中间做一些沟通。我们现在再给小鹿一段时间，让他想一想怎么分配任务。其实他也挺难的，我觉得可以再多换位思考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团队里面需要有一个这样敢于说这种话的人，帮助整个团队顺利的去推进这个 case。到 Mars 这个 case 的时候，我最大程度的去获取了有用的关于做这个 case 的信息。在最后结果上来看呢，候选人的 insights 是由我来提供的。我比较倾向于第2个和第4个。那么接下来我要说一下，如果我继续留在这个团队，并且作为一个 leader 的话，我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现在针对的是已经确定晋级会留下来的4位同事。他的述职报告怎么把别人也写进去来了一波？他要说明他是互补的。跟我一样待定的其他3位的话，我暂时不做评价，但我也祝你们好运。接下来留下来的有2个典型的类型，陆泽林和司徒佳琪，他们是非常典型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如果努力有等级，那他们就是最努力的那波人。但他们的缺点就是不够有威信，就不够狠。当需要做一些可能会得罪人的决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站出来，我去做这个决定。陈楚爱和拉娜里，显而易见，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弊端就是对于执行层面的业务已经略显生疏。好尴尬，应该都不服了，肯定不服。他稍微带点攻击性，整个这是不是很不爽？别人看他一直被压抑着，他好像已经就放开了。他就孤注一掷，再放手一搏吧。对，啥都说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个，可能还有一些 social distancing， 就比如说，我是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当我们作为一个 team 的时候，不止一次的抢别人的麦。谁啊？他说的是楚爱第一次在那个沙龙的时候。好的，给你吧。谢谢。最后我的总结就是 be myself。从现在开始，如果我能留下来，我一定会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我的野心也好，我的抱负也好，我的做单思路，我的为人处事，我都会做到100%的真实。这是一张白纸，不是一个 bug， 是我特意放上去的。这张白纸呢，就想告诉所有人，如果我能留下来，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会尽我所能，毫无保留，用我所有的天赋和努力，书写我最好的成绩。
但如果今天我不能留下来，我的功过是非都由后人来评判。我的妈呀！我呀天了，我天了，刺激！我还以为这张白纸打在那儿，希望各位照照镜子。真的很亮。谢谢大家。你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在我的这一趴呢，我就不设置 Q&A 了。你看吓的。我所有想说的话都在 PPT 里面，请大家自行在心里面，你们也是做出评价就可以了。好了，下一个吧。他在述职就开始大做自己了，就他对自己的待定是有很强的意义的。其实他觉得他的待定，他也不服的，他真的不服。对对对。现在年轻的小朋友是不是都这样？不少，就是他有这种独特的这种情绪和表达，是吗？反正有，没有房子的要到你了。对，我今天就彻底做自己了啊，没有 PPT， 没有 Word， 也没有什么那个了。佳杰也是做自我的。先在此啊，给大家鞠个躬，感谢3位导师和大家陪伴的这10多天，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发表我的感言，我记了一点小笔记。第一部分，其实我想谈谈做猎头的一些我个人的信仰跟坚持。我想鼓励大家，未来想做猎头的每一个人的点，就是你得选这个专业，你到底喜不喜欢。第二就是做好选择，选一个擅长的领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接触的人，你才会真的去想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第三就是真诚，因为我相信，如果我用我的真心去做一个猎头，那他能提供的价值远远不是我去关掉一个职位那么的简单。就是我觉得，之所以我们会有这个项目，之所以大家会这么热情的来做这个项目，是因为大家对猎头有很多的偏见。每个人都觉得做猎头很简单，我拿个电话就可以打，对吧？我参加一点培训，我就知道怎么沟通了。可是真的一个好的猎头，要么是广度做得很宽广，要么是你深耕得很好，你在某一个领域大家公认你是专家。如果每一个猎头都有这样的独特性跟不可或缺性，那我相信猎头这个行业会变得越来越高大上，大家也会越来越被人尊重，我们就不仅仅是一个打引号的人贩子了。我是觉得参加这个项目，我是想来学一个 leader， 但是短短10天，我还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学习，我就是有一点点 emotional 了。就我觉得我好像还，就我走真的不遗憾，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那天，但是好像到这个点上，我就觉得好像又没有那么想走了。然后就觉得说，我能让我的团队充满温暖跟信心，但是同时我也想学一些别的我还没有学会的技能，这是我的遗憾。然后也是3位导师，我觉得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多请教的地方。还有就是，哎呦，完了。还有就是，我有一点点想为我曾经的争吵道个歉。就是我觉得，在比较紧张的48小时或72小时里边，可能会迷失自己，可能会有一点点强势。就是我希望我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件事情，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人曾经给我们带来了蛮多的温暖的。但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句强势的话，或者说比较嘴欠的话，伤害到大家。然后，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次站在这里跟大家 present， 那就祝我和大家都未来前途似锦吧。谢谢。我说一个，我觉得如意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整体虽然没有 PPT， 但是你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让我感兴趣去听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partner 的话，我现在很缺 people carrying 的东西，但是你现在已经有了，就你只需要招一批像我这种人，就可以直接帮你去做阐述了。对，我觉得你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素质。
然后很看好你。谢谢。路易的这一次的相对比较随意的分享啊，从我个人感性的层面来讲，我非常喜欢，很触达到我自己内心，他的很多的一些价值观，很多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看法，包括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我的内心我是非常赞同的。第一次认识你，我们3位其实一致都想说，好想要跟路易合作，但是可能过程当中每次的项目其实都不是你擅长的，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现在会有很多没有表现得好的那个部分，也是很客观的存在啊。那我认为很好的一点是你还是很纯粹的保证你的初心，所以这是想对你的肯定。各位讲的都非常感性，我来点理性的东西，就是回到我们实习合伙人这个 role 上面。你的跟人的交往、跟人的沟通，以及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这些都是好的部分。在专业的维度上，我觉得专业包括了我们对客户的专业了解和专业交付。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这一步上面是可以去略微加强的。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好吧？谢谢大家。 4位述职已经结束了哈，我们可以来评价一下他们每个人述职不同的风格。张毅，我是他的粉丝啊，这典型的这个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而且他一上去那句话就很好，说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败者组做的事情，本来是带着这种小情绪的，但是越做越投入，越开心。对，这种人就是一定会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无论做任何的工作，永远是有转机，永远是能够去向着那个更积极的结果去走的人。我非常的支持，很欣赏。周毅加油！ 他把这个述职做的一个对自己非常重要，而且没把它当做气氛那么低的一个事情，对，当成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其实是好的。胡晓的，他主打的就是他的业绩能力非常之强，但是如果往合伙人的方向靠拢的话，可能考虑的就没有那么周全了。我觉得他是惯性思维，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还蛮自信的人，业绩也蛮好的嘛，我就觉得他比较适合单打独斗，但是不太适合作为一个合伙人的那种角色。我觉得他的格局和领导力的话还是差一点啊。周一纯就是刚刚大家觉得有点猛的一位哈，太猛了。首先他就是彻底做自己了，非常想要，我需要得到哪一步？我觉得毫无疑问，他现在已经是在情绪当中了。可能周一纯觉得自己是剑走偏锋的表达自己的个性。我觉得他这里面最可怕的是体现出了强大的攻击性。你就是说自己就罢了，对吧？你夸自己随便夸也无所谓。 他在攻击所有人，这个没有朋友了。对，这会让别人失去对你的信心，因为大家可能本来挺认可你的，但发现哦你在攻击我，那肯定大家就对你敬而远之了。而且他自己单方面取消了那个问答环节。他这种职场状态呢，我们叫关闭。就人在职场当中有2种状态，一种叫关闭，一种是打开。你很明显感觉争议在打开，它能够对外面产生吸收和互动。 在关闭的时候，人是很容易产生冲突的。是，佳杰是最后一个述职的，基本上他这个已经不太像述职了，是一场体面的告别。对，体面的告别，坦诚一个走心的聊天，然后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对行业的看法，然后同时对自己之前的一些过错进行一个道歉。我看完佳杰那个，我就会觉得情绪化其实不是问题，你的情绪只要是就对的情绪就可以。 好的，那看完他们4个人述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底是结果如何呢？等会儿要送我走了，我觉得肯定是我。不是。但你肯定不会 ，never gonna happen。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已经在努力帮你掰了，你知道吧？我已经努力的想表现你的优势了。小鹿肯定觉得他刚才有点，Brandy。 我想跟你去一趟那个风景区。可以啊。先选个菜。想跟你请教一下，你今天出于什么思路，然后有这样的风格？ 请教，你是觉得说得好打动你了？妈呀，不是，我尊重你做你自己，但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没理解到，就为什么，就今天一种生人勿扰的感觉。这熟人也有点不敢扰啊。
就你觉得吗？就是有一种，我想说点什么东西插不上，内心是很悲伤的啊。再跟你解释一下吧。那如果我能留下来的话，以后总有机会，我可以再用我的行动或者什么去证明。但是在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情况，我是觉得没有这个环节，我自己心里会更舒服。这个时候我只想要加深大家对我的好的认知，对好的那个观点的印象。这是你的风格。我明白。而且他是直接决定去留的，这种目标导向性很强的时候，那我就要兵出奇招啊。你可以，那现在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的一种技巧。对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有一点很认可你，就是你是喜欢你的人非常喜欢你，不喜欢的觉得这个风格不接受的，他就会离开，所以你不需要那些人存在在你的身边。是的，我理解你的点了，我现在没有那么不舒服。我一直都不觉得就是喜欢我的人越多我会越开心，我只想要就是我认可的人认可我，这对我来说更加有价值。明白，挺有个性的。但是你也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有一天你受伤了，你要怎么保护你自己？我确实会受到伤害，但我也会收到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喜欢啊。比如说你，因为我也认可你，我也喜欢你，然后你现在在表达对我的认可和喜欢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跟一些我根本都不在乎人带给我的伤害，那是完全不值一提的。好，我听到我想听的东西了，你解答了我的疑惑。啊，真好，小鹿。小鹿还是很暖心啊。大家基于上午4位待定见习合伙人的表现，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这4个当中选择2位终止试用的话，你们的决定会是什么？要不然我们先写好了，我们再对，可以。我准备 say goodbye 了，应该是。啊？应该不会是增益，只是通知他应该。我觉得是你继续过了吧？对。1-on-1。什么？啊？哦，一个一个进去面谈。好，请进。请坐。好像第一次我们也是这样的形式见面的。曾毅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从第一次我们聊天，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酷的姑娘，非常的冷静啊，然后可能也有一定距离感。但是最近的几段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好，是有正向的影响我的。我会觉得对你越来越了解。所以其实前期来讲的话，作为顾问的角度哈，我觉得专业度也好，执行能力也好，行业的 insight， 包括 PPT presentation， 我觉得都 perfect。但是之前可能我们也还是想看到说，作为一个 leader，啊，你的一个表现。但是这个数值的表现来讲的话，我们今天是非常满意的。好的，谢谢。所以经过我们的共识啊，你的结果是继续试用。我是第一个被通知的是吧？对。哦吼，张毅，肯定是留下的曾毅。那我一会儿还得控制一下表情，我不能表现得太突然。好吧，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加油！拜拜，拜拜。你掩饰不住你的笑容。笑盈盈的。下来了。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你没走啊？哎，是的，是的，是的。恭喜恭喜恭喜！我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3个人里面只留1个了。
下一个反而不是我。是我，对不起。好可怕啊！加油！你看导师都那么微笑着，肯定过了。紧张，气氛轻松一点。气氛轻松一点，所以我们刚刚在你来之前，我们也内部自己调动了一下气氛。来吧，直截了当说。不好啊，不好开口了。不好开口。我来讲吧。好。我觉得佳杰给我和我们2位印象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真的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啊，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很多的一些理念，包括在你在述职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在述职的4个人当中，唯一你能够让我在感性的这个层面被触动到，价值观这个东西很重要，尊重别人很重要啊。但是如果从客观的这个职位的本身，可能跟合伙人差别会有点大。好，你们说吧，宣布吧。所以你的结果是终止。好的。佳杰，我最后说一句啊，我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能够坚持你的理想。哇，怎么突然想哭？我突然有一点。佳杰有点像那种大男孩的感觉，就很多时候啊，说不在意不在意，最后那种结果出来还是当你失去的时候，候，你才知道拥有是这么珍贵。对，我就是嘴巴比较欠，但是我从来不会无理，我也从来不会去攻击任何的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尖短的人。那又哭了，感性。我也希望大家都好，而且我也希望不管你们是否在这个地方，还是未来去哪里了，咱们有联系方式，过得好了记得请我回来当助理。哎，如果哪天我不那么业务了，我会开那个 luxury 的这个 industry 让你回来。就是我有这个想法，就是首先我得翅膀非常硬了。那你请他很贵的，你请陆毅肯定很贵。好吧，好，希望陆毅一切都好。谢谢3位。恭喜佳杰，你成为11合伙人。也希望跟你们这1个月相处得很愉快。谢谢。拜拜，明天见。我要走喽！天哪！哎呦，还是伤心了。他们也在里边哭。哭啥嘛？不哭。叶子黑起来，哎呀！真走了，这次是真走了，哎呦！别难过，哎呦！其实我没有啥，本来我就觉得我心态挺好的呀。其实我觉得我也有成功呀。对啊，该表达的都表达了，就没有遗憾了。对这个行业的贡献 OK 了。我觉得能让小朋友们看到，尤其00后，我觉得他们更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真的。看到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反而对我们这个行业是有期待的。离开不代表是你错了，或者说你不配，你只能说在这个里边我找不到成就感了。那说不定哪天我小哥就去当大老板去了呢，我就来当私人助理了。说不定我们哪天生意来了，当大老板去了。成年人的冷漠真棒。胡晓肯定也不走吧？如果反转呢？反转就是真人秀的魅力。请进。
小哥你怎么那么开心？他们也是笑盈盈的。我觉得我进来这里，永远都有好事发生。什么好事？好事发生？嗯，是吗？不管怎样都是好事。我说2句吧。我觉得胡晓你的专业度、工作的目标感，以及是说耐挫力，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内心是有过很多的挣扎的。就是这个决定到底是对于你来讲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你的投入度是不够的，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不管未来是在哪条道上继续走下去，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去坚持。这全是那种送别之话呢。对啊，所以你的结果是。哎呀妈呀，又留悬念。我感觉留的是周逸纯呢。我也觉得应该是，看这。哎，出来了。他不会是哭了吧 ？Not good news。哎，胡晓没回来是吗？对，他去厕所哭了。你是不是也被拖进去了？进，请进。Hello。Hello。你今天很漂亮。谢谢。我说说我的看法吧。你的所有的做猎头的基本的 skill 和经验，包括你的学习能力，你各方面的接受能力、执行能力都很好，在案例当中都表现出来你自己的性格、个性。你让我觉得，哎，我好像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有个性，看问题这么的有是非感。但是呢，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会改变一个人非常非常多。经过我们的共识，我们的决定是是啥是啥？来了。你说了吗？说了对吧？你说了吗？哎呦，赶紧的。哦，就是我也一起走喽。哦。经过我们的共识，我们的决定是终止使用。不管未来是在哪条道上继续走下去，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去坚持。所以经过我们的共识你的结果是继续使用。真是太刺激了。一直在做事儿。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好奇问啊，就今天其实你留的那个白的那个页面，你内心是什么一个状态设置的？就是你真的不想听大家对你的一些反馈吗？还是什么？就是觉得当下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然后我所有想说的也说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节点说一些东西都不会对最后的这个结果产生什么改变。然后在当时那个时刻的时候，我就只想要让自己好受。那可能会错失别人对你就是一些时间和机会，让别人对你有各自的表达。确实，就结束之后，小鹿也有找我，然后又跟我说，当时本来很想要说一些他对我真实看法，但是没有说成。但是我觉得，就可能在那个节点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吧。其实能活得这么潇洒也不容易，对吧？我很喜欢你，我觉得你身上有很多亮点。你那天有分享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人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你是有一点点理想主义，但是能把理想主义坚持下去，如果真的能够实现，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是呢，做 team leader 可能在圆融度、包容度上要再高那么一点点。对，但我们欠你一个 team leader。是，我们都这么认为。那就记住这种感觉，欠我的。这3位的圆融度非常之大。格局大了。我也一起走喽。他如果不能表现的话，我觉得他留下来的概率跟胡晓是50对50。没事，没事，别来沾边，你跟我说这个吧。没有，之后私下再约吧。
别这样，你这样我也会想哭的。哎，我今天不想哭的，你这样让我也很想哭。那你回去，你别过来。可是你这样让我觉得很……你上去吧，我缓一会儿。哎呀，出去，你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们都加油。司徒，铁子，一木呢？司徒，你不要在那儿装喝醉了。哎呀，我说了，甜甜不哭。工牌和名片要放在这边。加油吧，加油！来，哎呦，挺好的，留下来和淘汰的都挺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拜拜。我叫李佳杰，你们可以叫我路易。我想做一个聪明不老的笨蛋帅哥。儿子，吃饭，今天给你做啥的？如果能把每一个人的光彩的地方放大，然后让它发光发亮，可能这个团队会变得更好。直接 Q 我好吧，你不要这么大负担。祝大家前程似锦。我叫周一纯，你可以叫我 Brandy， 笑一笑哦。每天都可以欣赏黄浦江的夜景，帮助医药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好的贡献。我会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我对你是永远的专一，降维的给我们打开思路和格局，然后一下子坐上了火箭的速度在成长。就算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也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坚持自己的初心。好有意思，人生从来没有过这种。下班啦！这个终止试炼的结果已经出来，基本上还是跟大家设想的一致。其实周一纯觉得他有没有成为合伙人的一个潜力呢？我们看一个人能不能够成为合伙人，大体上都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个人能力，一方面是他的领导力。但是个人能力除了专业能力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情绪控制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你要懂得帮助别人，看到别人的优点，跟大家很好的相处，而不是一意孤行的，就是单枪匹马的作战，那个是做不了合伙人。而且目前为止终止试炼的2位实习合伙人，他们述职的时候都是特别做自己，表达自己情绪为主，基本上没有把述职当做他们一个最主要的事情。杜华姐，你在职场上，你觉得你是坚持做了自己，还是有一些圆融度在里面？我觉得，在职场上的话，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它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宽容度、包容度。所以你在做 leader 的时候，你不能把所有人都给骂一顿，或者说批评一顿，那你只能是说在里面把每个人的闪光点或优点，然后再表述出来，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苏醒，你觉得你自己，比如说做艺人来说，我的圆润度主要体现在外形上，内在的这个棱角是没有变的，就是还是比较坚持做自己的。对对对，你是可以去选择一种方式，让自己在某个阶段适当妥协的，是可以的。以前就觉得不行，稍微触发了我所谓的那个原则底线，或是说我对事情的标准，我就觉得不 OK。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不 OK， 就是日子过着过着就比较容易 OK 了。总而言之，希望他们2位在这趟旅程都有所收获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下看，因为剩下的6位候选人又要打起精神了，马上非常紧张的第2赛段马上开启，一起来看。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硬核修护，有我不烦。本节目由身体护理专家凡士林赞助播出。
所以能不能给我觅点事情做啊？你真的闲不下来。这些，他们是谁？对啊，我一直不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没有结果导向，不能做猎头。对，你没有交付你就没有生存。陈楚爱和拉娜里对于执行层面的业务已经略显生疏。我觉得这种对别人的 judgment 是不是过于早了一点？如果是他是组员的话，是比较难管理的一个。所以我也跟一些顾问说，其实我们可能离开这个行业，不见得是不好的啊。对。请进。Hello， 三位导师好。你们好。来坐。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是 Jean 啊，这是 La Queen。Hello， 嗨 La Queen。这是楠姐，之前有着10年甲方 HR 的经验，之后转做猎头，服务多个领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创始人。沈小沈老师，深耕医药领域25年的资深猎头，现在专注于生命科学赛道。生命科学行业。然后这 Cindy， 从业15年，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招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沟通技巧和谈判能力都很强。哇，这更资深的，对不对？这次请3位导师来，是因为城市猎人计划马上要进入到第2个阶段了，考核难度将全面升级。因为3位导师的话来自于不同的行业赛道，我相信应该也带来了一些不同行业的项目。确实，像我们做猎头，很多时候手上会并行很多个案子哈。所以就看他们在接下来的短的时间当中的并行的能力、项目管理和团队协调的能力了。那医疗赛道肯定超难，希望他们有好的表现。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对，肯定。好，谢谢。合作愉快。来，大家关注一下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郑楠，直医咨询的创始人，专注新消费赛道。听起来就很厉害。欢迎，谢谢，很高兴认识各位，恭喜你们进入到第2的赛段啦。那么第2赛段呢，我们将会有更多富有挑战性的任务给到大家。第一个任务呢，就是给乐华娱乐找一位音乐企划。哎呦，哇！大家知道乐华娱乐吗？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能播出来吧？是吧？知道王一博啊，知道这个杜华，是的，制作出非常优秀的这个娱乐的作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请你们6个人自由的分成3组，在明天上午的10点半将会逐一汇报你们的寻访思路。导师们将会在这3组当中选择最优秀的2个组，前往北京，去到乐华娱乐的总部去现场拜访。岗位的 JD 稍后会通过钉钉发送给大家。好，谢谢。为了帮助大家更高效地寻找候选人，猎聘为每位选手提供了猎头 VIP 会员权益，让大家能沟通更多优秀的候选人，在节目中更好地体现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们在使用猎聘时一定要遵守真实、诚信、友善沟通的原则，为候选人提供专业的猎头服务，找到合适的好公司、好职位。大家加油吧！好的，好，谢谢。客户6点半会和你们6个人有一次电话沟通。OK， 新的任务。小鹿做过相关行业是吧？对。什么岗位来着？这叫音乐企划。好多年都没有了，因为以前的 A&R 的话，它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发唱片的时候还有一堆的媒体，什么电台打榜、电视台打榜，它需要有个很多的一个文案，然后去阐述。那现在的话，现在是打榜，不用打榜，无榜可打。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很重要这个部门，所以确实是挺难的。小鹿，你们很开心。对，文娱板块，因为文娱板块开心，发挥出你的优势。小鹿的强项。是的。那压力也大的。是的，压力很大。乐华的难点我知道的。说出来，小鹿啥难点？说出来，展开聊聊。哎呀。对，而且因为你熟悉这个赛道，也不能那么对，但也对，不能那么自信，不能那么自信，对，还是那你们赶紧组织一下，整理一下问题啊！6点半，现在时间还紧张呢。好的。
我们先就撤了。好，好的，加油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怎么说？哦，小鹿一下就会变成那个香饽饽。先讨论一下。加油！讨论啥？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有心仪的合作对象了吗？好，你，那我们就 team up，就这样了。给我。高兴坏了，你看他。你介意跟我选一个吗？我喜欢跟你选一个。就这么定了。我们俩组好队了，楚爱，我们俩 OK。对，我跟你们俩也组好了，等于。加油加油！明天上午10点半。咱俩吧。行。这就直接分了。自动组队。陆泽林和司徒佳琪，他们是非常典型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如果努力有等级，那他们就是最努力的那波人。司徒，我们两个现在走吧。好，我们现在去。果然很卷，瞬间起头。开始努力了。方便换座位吗？想让你来我这边。还是你过来我这边？我建议是，你来我这边。为什么？你跟他们合作过，拉娜和楚爱。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你会觉得更有兴趣在他身上吸收一些新的东西？那肯定是拉娜嘛。那我建议你坐我这边。行，好吧。明白。我先跟你说我的思路哈。好，你说。就这个职位来讲的话，这个职位的难点在于这种职位的要求会非常高。然后这个职位和我以前做的是线下的 A&R 经理。你之前做过？我之前做 A&R 经理，但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然后我对这个职位的了解，说实话。小哥，我们分下工。好嘞，好嘞。对他来说肯定完全不太了解吧？我觉得忽小。如果完全没有资源，挺难找的。我想就3个部分，一个 JD， 一个企业内容，还有就 killing question。我先看一下这个职位。还有半小时。够的，够的。去打2个电话。直接打电话了，好快哦！对他们怎么找着的？这一手头的人选还真挺多。你有什么想法吗？那你先去。我手机怎么死机了？烦死了。喂，你好，爱是谭女士吗？我这边是猎头。我来协调一下吧。好的。怎么样啊？原来是一起。对，应该是一个人，因为他怕一个会议正好6点半的话，所有人都进去了。对，我是也在招一个 AR， 我们一会儿正好会跟他们的 HR 电话。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待会儿汇总一下。然后楚爱啊，我们这个还是一起这个会议室吧。行。一起会议室。6点20一起碰一下呀。现在就碰吧，走吧。去上海。肉肉呢？肉，我跟他讲，我叫了他跑去。先进去会议了。好，那这样你手机号要不然跟我说一下，我一会儿加一下你，然后等我打完电话了。6点半跟客户的沟通主要是汇总问题，对吧？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我的问题。首先，这个职位的开放的时间，然后这个职位出现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职位所负责的角色。以上是我想到的问题。我刚刚打完了个电话，然后这个人是 AR 刚离职，然后他有听过乐华的这个岗位，但是他说3大唱片公司跟这种普通的做娱乐、泛娱乐的这种公司好像不一样。这块问题这儿总结一下吧，就是对候选人的资源有怎样的要求，希望挖掘哪个领域的歌手或者是艺人，然后公司是否会提供一些资源，具体可以提供哪些资源。喂，你好 ，Hello。嗨，你好，我是 Jelly 小鹿。好，我这边是乐华的音乐总监，我叫阿鲁斗。
哎呦，阿努豆，是真的吗？是真的阿努豆，真的。蔡总监，蔡总监阿努豆。然后另外有一位是我们的人事总监佳佳。Hello。首先的话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职位目前是什么时候开放出来的？大概开放多久了？开放多久啊？就是最近才有这个需求。是新增吗？还是替换的岗位？新增。了解。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人他来的话，主要是解决什么样的业务问题呢？需要他做一些挖掘的新的艺人吗？还是说他要做原有艺人的管理呢？比较多的是在音乐作品上的管理，发掘艺人这个部分是由我们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他们在负责，然后艺人这边主要跟我们对接。比较多的是在音乐作品上面的沟通以及梳理，还有协调一些执行上面的东西。明白。其实我们在业务外包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方面的人力其实出现了一些断层。哦。现在从38到28之间这个年龄层。大多数对于 A&R 这件事情有认知上的偏颇，所以我们才会需要说，在这个行业从事超过10年以上的这个资历，不好找哦。这种人能挖到还是挺难的哦。本来都不多了，杜总也很期待，真的帮你们找一个。对。明白了解了。好，拜拜。好，拜拜。哎呀。下班了。这个他到底明天要是汇报什么？汇报我们的思路是吧？对，寻访的方向。在合作精神上、善于授权上，以及谦虚谨慎和这个对自我的要求，我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高的。因为这些也是在上一个 Mars 的项目里面，我感受到了这方面我是有一些差距在里面的，所以我会从这4个部分去尽量提高我的在将来的一个领导力的风格。其实这个画像大概已经出来了，很清楚，对，就是这个人他肯定是一个沟通能力很可以的。他们内部的客户大部分是艺人或者经纪人，就是你要帮我的艺人，他一定会抢，就你现在要做我的项目，所以这个人是要协调能力非常强，情商要很高。对，我现在想到的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上猎聘去看看，猎聘上不仅找得快，而且找得准，找到合适的候选人，我们就可以尝试申请跟他们取得联系啦。所以刚才我就已经打开了。哦，上猎聘发招聘，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我的观点是，第一个，我们先弄清楚这个职位的一些基本信息，和业务，因为我做单的思路就是先了解客户他们最底层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研究他们的需求，然后这块是我比较擅长的部分。因为我们首先还是要先赢过明天那关，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客户。在这3组当中，选择最优秀的2个组前往北京。每一次我们 PPT， 你想啊 ，presentation 吃亏都吃在哪儿？反正我是时间上。那所以说我们问他谢时不？对，我吃的还有个亏是，上次他们听完我所有的，他们说我不知道这个岗位是做什么的。我认为岗位我们先放在重点吧。对。岗位可以先放第一趴，有必要的时候。对对对。我开始聊这个做单思路了。好，没问题。我想了哦。好，没问题。我也出去，帮我留个门，走，帮我留个门，走。哎 ，Hello 肉肉，你怎么这么忙啊？是我朋友项目组缺人，说我帮他招人，我在想怎么回复他。那你可以让他用猎聘 APP 自己招人呀。可是他不是猎头，也不是 HR， 其实都可以，就让他自己注册认证成为招聘方，然后就可以免费发布自己要招的岗位了。很优秀的候选人都会主动来联系他的，招聘啊特别高效，猎聘上的优质人选特别多，招聘更准、更快、更高效。那我现在就跟他说一下。好。我们要不要出去一下？我们听一下。对，如果你问那一关，他们现在什么进度？走了。我要下班了，拉拉，你不走吗？我想先把这个第一个活干完了，然后就走了。那我也走吧。走啊！
我现在要 push， 我已经在走的边缘了。等我一下。走喽，拉娜。走，拜拜啊，拜拜佳琪。在业内的话，乐华他们家在唱片就音乐相关这块怎么样啊？走喽，拉娜。拜拜啊，拜拜，佳琪。因为我最近刚接了一个 case， 就是乐华娱乐他们家在招一个 AR 的一个经理，负责人好像叫阿鲁头，我不知道您听过吗？他这个目前这个职位，主要可以通过哪些维度可以觉得这个人不错呢？电视。乐华娱乐，陈楚爱正义。你们是第2个是吧？对。你们要第几个？我们想第3个。啊，太好了，我们正好想第1个。你俩真的很喜欢第1个。第1个真的很不错。巨星传奇高度依赖周杰伦。停！不是，我现在乱了，我不知道我说王一博跟说他上市的点是为了什么，你懂吗？这一段真人秀看得我都不敢点评了。华姐看着心惊胆战啊，这个部分。王一博的话，他就是一个我们要引出来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艺人管理。他是一个艺人，但是他是一个艺人代表，不涉及到音乐 IP 啊。他们很多的歌曲都是为了这个艺人而写的。王一博演了一部电影，这个团队的背后就会给他这个电影做歌。你要搜什么？无名吗？我不知道我要搜什么。为什么敢做贼？捏把汗，真是。我强烈怀疑这个环节是为了拍华姐的 reaction。就完没了。那行，那就这么讲。那后面我补充，前面你讲。可以。他这个文章里面讲的就是这张图嘛，就他们是怎么做，打造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然后你就后面就讲出来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挑战，你就这么说吧。那你把我那个王一博的那个弄回来。那你没改名啊？你那个不能叫艺人管理啊。给老师们把椅子装备好，老师们坐好。然后你把这文字删掉，就是你的制作人某制作就。哇，你们真的还在做啊？你们俩真的不要卷了，求你们了，到最后一刻。我们真不卷，我真的你们卷的我们都怕了。那怕什么啊？不要怕。但应该又是曾毅的 PPT 做的最完备。来了。那我坐过去了。好嘞。你发一份给我。好。欢迎楠姐。早，楠姐。把你们椅子都已经安排上了。你安还是我安？还在改。好，乐华这个项目呢，我们会先听取今天3位的寻访的一个思路的汇报，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在这3组的汇报的这个结果当中，我们会选出2组按原有的分组来去寻访，但是呢，有一组可能相对表现较差的，会被拆分啊，及合并到另外2组。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交付的岗位是乐华娱乐 AR 岗。那首先提到乐华，大家都知道乐华是一家非常厉害的艺人管理公司，因为他们旗下有60多位艺人，比如说王一博、吴宣仪，还有韩庚。那是什么？这个可以提吗？那个 PPT 是？哎，那张照片是。今年1月份，其实乐华娱乐已经在港交所正式上市，成为了经纪公司的第1股，这个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们对于这个职位的3个关键因素分析的话，第一个对音乐要有客观的评价，然后第2个就是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然后第3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对音乐的制作整体流程要有一个很强的 sense。然后我们找了4个人选，符合我们的标准。那第1组的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些简历，我觉得我们是提供的是专业的人才招聘服务啊，这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非常看重的。然后我们的招聘方向的话，先从这个对标的唱片公司、经纪公司、音乐平台去入手，如果不行的话，还有比如说版权呐、MCN 这块都是我们可以找的方向。PPT 的呈现非常清晰，很完整，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拿到客户 brief 之后，做了一系列的研究的过程。即便是第1位出场，我觉得还是让人印象深刻。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职位思路。曾毅出手都是这样子，这 PPT 做的非常精美，点很准。好，我们下一组。啊，好。看看这组有没有放杜华的照片。看看放的是哪一张照片。还在改。所有人都在等他们，哎，真的太慢了。他是为了帮我找一张比较好看的照片。好嘞，可以的不？这样吧，去，可以回来了。大家上午好，因为楠姐是第1次听我们分享，所以就想说可以在前面先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我俩。哎，先用的他们俩照片。首先的话，我们团队的话，我 Jelly 陆泽林，我主要是专注做4年的泛娱乐领域。然后的话，另外就是我的同事，我4年呢，其实专注在奢侈品的领域，并且我是这个练习生的综艺节目的忠实粉丝。然后我们还有第3位成员。就是我们的好兄弟司徒泽林，他挺幽默，然后也是这个 PPT 的制作者，然后也是我们的团魂的代表人。然后他主要的话是负责协调我们2个之间的工作配合，包括我们团队整体的一个工作汇报。非常有趣的团队，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产业的喜爱，感受到了热情。2021年中国的音乐市场，这个音乐 IP 的许可市场规模是有22.30亿元。然而呢，乐华娱乐的音乐 IP 收入其实只有0.26亿元。0.26，2600万已经很大了。招股书上看到的吧？杜总在想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哈？不敢说。相对来说，它的营收会比较小，所以他们也会期望说能在音乐 IP 这一块能有更大的一些发挥。对。目前音乐市场的话，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断层，38到48，38到28，38到48什么样的人选为主？传统公司的，对于外部的创新的东西的话，可能相对会缺乏一点点的弹性。年轻人选的话，由于现在是一个市场的大染缸，会导致大家的侧重点有所偏颇，所以这些新人他们缺乏一些体系化、标准化的流程培养。乐华娱乐其实他们组织情况非常的明晰啊，非常的扁平，因为 Alotto 这个职位的话是直接汇报给他，而且他的面试风格也是直接的业务加 HR 一起面，这也说明了公司目前的对于人才这块来说是求贤若渴的一个状态。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要求的点？是因为这样的人现在在市场实在是少之又少。他还真是分析出来了哈。所以我们也会
斗胆揣测客户的心理，是希望以乐华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我们的体量，去打造更多有音乐质量的这些东西，去让市场上有更多正向和质量的音乐的发生，而不是纯粹的流量音乐。他有一部分自己的 insight 在里面，也让我一下子能够对这个职位有更深的了解。最后一个部分，目标是什么？怎么样去做到？这个过程也呈现出来了。如果说我们要去到北京的话，我们会了解乐华他们公司的企业价值观，然后来给出比较精准的报告推荐。最后一个，客户乐华娱乐，它对于我们服务上面有哪里觉得是不足的，哪里需要我们改进的，保证住我们后续的更有力的合作。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汇报。然后我们普陀三姐弟，对，谢谢各位，谢谢观赏。这个分析的很好。你看那个豆花姐是不是都已经喜欢的不得了了？看进去了，根本没管我们。豆花姐不是要挖他的吗？正好呀。哎，没见到，我都不知道他去，把他扣下来，我都不知道他去我们公司了，然后我早扣下来了。说小鹿说怎么只有我是单程机票的？好，第3组。对。为什么是狐狸团队？对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限定的组合，我们的组合名字叫123 Fox Team。Fox Team 啊，因为 Fox Time。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啊！因为叫组合名字都是叫不齐的，所以我们的组合名字是123 Fox Team。对，为什么要叫 Fox Team 呢？那我们到下一页，往左滑，左滑，往左。对 ，OK， 因为我们叫胡小李丽娜，就狐狸组合，所以叫 Fox Team。OK。我们上去真是也是个双簧，对吧？双簧，对，你要可爱，这样子会比较好玩，对吧？又适合你，然后这样也能够让我那一趴大家就很 engage。有点多啊，我们儿子。但它不限时间进。我总觉得有点多，是不会疲劳过来？不会。好的了呢，然后那个快和我介绍一下乐华娱乐吧。双簧啊！他在跟他演的问题是很生硬，哇！乐华娱乐吧。乐华娱乐呢？乐华娱乐。好的，他的业务呢是3块：艺人管理、音乐 IP 制作、以及办娱乐。好的，然后那2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呢？好的，非常好的问题，再滑一下。是漫才不？是漫才吗？我很难说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新型的表演形式，叫做 PPT 秀。乐华娱乐的话，他们从这个业务的收入，为什么会有音乐制作的岗位呢？我们拿到一个岗位是。哎呀，完了。没演好这个时候。乐华的话，现在站这边。好的。在这边。乐华的话，现在一共是有多少员工呢？我觉得第3组的这个表现的形式很特别，但是我觉得从呈现的这个过程来看是很生涩的，就大家的配合度不是特别好。那么对乐华的音乐 IP 还有他们的收入盈利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呢？乐华的音乐 IP 其实有5600首授权作品，是来自于海内外的56000首吧？是。其中呢有1200首是原创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也是我们跟候选人会去说的公司卖点之一。我听起来呢，从数字上看是很高的啊，这个量。但是我想知道一个横向对比，假设说你跟传统的唱片公司比，这5000多首可能只占人家的1%，那这种对比在于你吸引候选人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打回来，你这个说法是没有可信力的。那么我们针对于2这个岗位的话，有怎样的一个流程呢？关于这个职位的话，可以展开详细说说吗？关于乐华的商业布局，娜娜你是怎样认为的呢？
乐华娱乐呢，它总部在北京，09年它的业务我们都认识13乐华的杜华女士。我们艺人在这个乐华的员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的话，除了N2呢，它是一个链接者，我们给大家链接一个小的知识点哈，就是一首歌从商业布局的话呢，非常简单哈，不是很懂没关系。然后在2年解禁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去年政府其实对艺人监管策略是更加收紧了，就是东西太多了，既想要这个很完整，然后又想要形式很新颖，你还要做出这样子非常复杂的一个呈现。突出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们确实做多了，有点啰嗦了。其他的没有了。好，谢谢3组的精彩分享。这3组的汇报已经结束了哈。杜总看完以后，你觉得对哪组的汇报比较有兴趣一点？我觉得第2组小鹿和那个司徒，我觉得那司徒泽林组哈。对对对，我觉得从猎头的角度来讲，他对这个岗位的话是特别的了解的，而且就是一针见血的。狐狸组合的话，我觉得有点啰里啰嗦啊，糊里糊涂了有点。对，第一的话，我就觉得他所有的信息的话，我觉得在我们公司的招股书上，我们好几百页大家都能看到的。然后第2部分的话，他没有抓住要点，词不达意。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有可能是被分解的。是的，那第1组呢？用了你照片的第1组，我觉得这张照片满意吗？还好吧。还真的在考虑照片的事，可以有更好的照片。对，有更好的照片。第1组没有太深的印象吗？第1组的话，我觉得他们逻辑思维是特别的清楚的，交付的也是一个结果导向的，我觉得也还不错。杜华姐心中比较倾向的人选是司徒泽林组合哈，对，我觉得那一组的话，可能是我比较倾向的啊。哪一组被拆分呢？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用猎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猎片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刚刚听过3组的汇报以后我们可能要在3组当中选出一组相对来讲，可能表现比较差的一组想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吧。我觉得在我心里，或者在我这里排名第1的是第2组。音乐 IP 收入相对来说，它的营收会比较小。公司目前的是求贤若渴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从内容的呈现、2个人的配合，以及到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我觉得是最好的。结果比较明显哈。我的感受是，我觉得拉娜相对在这些顾问当中，她的这种职场成熟度，我们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有过比较多案子被训练过的。大家都知道，去年政府其实对艺人监管策略是更加收紧了。她能整个的从政策上对艺人的监管，然后呢，再到分析到说我应该如何去影响我的客户，从这个完整性上，我觉得她是比其他2组考虑问题会更细的。我可能会认为就是第1组，就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找的4个人选嘛，明确了一下我们未来大概是什么样的履历符合我们的标准。就3个维度来讲，它的在我这边评分是最高的。3组的表现当中，第1和第2的话其实相差不多，但是我觉得第2组的话呢，可能比较吸引我的地方的话是他有对于这个职位的个人的一些理解，这个或者自己团队的一些理解。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以一个实习合伙人的身份去看这个的话，那我会觉得合伙人这3个字还是代表了一个他的基本功在这儿的。就是他如果今天是一个 solid 的顾问那我觉得各位都没问题。所以这个角度上，同意楠姐说的。刚刚楠姐补充的一点非常好，我们找的是见习合伙人，我们不是说找一个 consultant 只是说执行的。好嘞，我们来公布结果。经过我们4位的一致的评选，我们觉得第3组，相对来讲是表现较差的一组。好不容易组合在一起。第3组他的风格、说话的方式可能不是特别的一致，内容过于的冗长，最后没有一些人选端的东西放在里面。所以呢，拉娜和胡晓会拆分到另外的2组当中去。
分开了，注定要分开。给你们15分钟，商量结果以后发在钉钉群里面。我商量好了，商量好了啊，商量好了。我刚刚已经瞬间给他抛了一个橄榄枝。好了好了，完事儿了。话都还没说完，现场就招募了。就这么觉得。这两个人很郁闷。胡晓和那个小鹿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最后是分成2组来完成这个项目的交付。2组呢是竞争关系。哎呦，哇，这个最后我们只有1组会获得乐华公司的认同。那同时的话，明天呢也需要在2组当中派一个代表去北京乐华的总部，作为实地的一个拜访，每组去1个。所以你们自行的来协商，最后给我们一个名单就可以了。好，应该是小鹿去吧，小鹿比较熟悉。是我比较熟悉小鹿。好，那先这样。加油加油！这些竞争关系啊，咱们都悄悄的啊。不，我觉得要不然先选个 leader。丽娜肯定想当了吧？那先选一个。我自告奋勇。小哥，我有个建议，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leader 让司徒来当。可以。他来拎咱们2个。因为他俩互相拎的时候总是拎不明白。也是。好的。娜娜，你去见客户，如果你愿意的话。好嘞，可以。首先咱们代表已经选出来了，小鹿他上北京是吧？小鹿上北京，怎么没把扣下来？然后呢，我跟司徒的工作相对来说的话，我们就重点放在这个设置上。我觉得明天可能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 SOP， 然后我们这边就给你整2个人出来，你明天带着走。可以，没问题。OK， 你讲完了。那开始找人找资源吧。喂 ，OK， 各位，怎么的？楠姐给我们带来2个新的任务。哎呀，在北京顺道把别的活给干了。所以请大家现在过来这里集合一下，我们一起听一下，好吗？好的，没问题。好，楠姐你说吧。好的，各位选手啊，现在是这样，我们接到了2个新的案子。第一，优酷要招募1位艺人统筹；第2个是杨天真的大码女装 PlusMall 这个公司要招募1位服装设计师。请2位小组，你们接下来要商量分配一下，哪个组接哪个案子。我算看出来了，都得进这节目里是吧？我不会过几天在我们公司也见到这几位朋友吧？好嘞，行，抓紧时间，谢谢楠姐。谢谢楠姐。好运，拜拜。好，拜拜。临时接到的任务，大家赶紧吧。先讨论一下，然后把你们的决定发到钉钉群里。什么？一个是优酷找一个艺人统筹，杨天真找个服装设计师。杨天真，你真会指路啊，杨天真。优酷呀，优酷。有，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因为这个我有资源。服装设计师其实很难找，这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完全新的领域了。如果你要做服装设计师的话，艺人统筹至少跟音乐这个是有 overlap 的。我们就艺人统筹吧。说你确定啊？我跟你们商量呢，我个人更 pre 艺人统筹。行啊，听你的。又是一个演艺圈。那你服装你可以？服装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你有技能是吗？做过。他做过服装设计师的话可以，我可能也有一点点资源。OK， 也可以，就你们2个相对来说。因为是这样，如果是我们选艺人统筹的话，这个压力又在你身上。行，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就要决定吗？把你们的决定发到钉钉群里。我们选服装了。他们已经选了那个嘛，其实如果真的我也都 OK。那我正好想选优酷，其实。行，那我们干起来。每个人还加了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他走之前给他2个简历。我先把那个模板，对，赶紧把你。我们重点力量的话，还是要支持小鹿这个。杭州你跟我去不？那肯定我跟你去。找人去吧，找人去吧，最重要的就是人。这个雄黄 list， 然后开始加人吧。哎，喂，你好，是汪先生吗？在猎聘上面看到你的简历了，你目前还在这。我觉得可以聊一聊。方便问一下，明天你们方便的时间段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理解为是针对于音乐。哎，喂，你好，请问是杨先生吗？是。戴老师，你分析一下他们这个不同的选择，就像曾毅，他就马上主动请缨，我要当 leader， 然后小鹿是属于那种，我觉得他来吧。从我们这个6维图，可不可以分析一下他们作为猎头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小鹿跟曾毅2个人有非常大的区别啊。他举荐司徒来做这个 leader， 反映了这个小鹿啊，在个人的猎头这个维度上呢，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大局观。曾毅的话呢，也谈到自己需要有更多的责任感、更多的团队意识、更多的担当，所以他这次自荐成为团队 leader 这么一个角色。从这个猎头的个人特质来看呢，我觉得今天这2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都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进步。他们现在又接到2个新的岗位的需求哈，一个是我们杨老板的一个大码女装，叫做 Plus More 啊。先聊聊你们那个设计师岗位。我们其实一直需要设计师，因为我们 Plus More 是一个周上新的品牌，我们每周要上新12款到14款衣服，365天，每一周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们对设计师的需求非常庞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艺人非常熟悉的优酷的艺统这个岗位哈，我觉得艺统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得脾气好，一定要好。我觉得路虎好像特别适合干艺统，是啊，是不是你们之前那个节目？就是我们的艺统嘛，到处发自己的简历，去跟别的导演、制作人说这是我写的歌，同时呢，然后有合适的节目给我们几个老伙计推一推。路虎真的很擅长跟人交际，真的。你知道他是怎么加我的微信的吗？有一次我跟他录一个节目，那时候还云录制，我把我的2维码放在屏幕上，他从他的北京的家里扫的我的码。他说：“迪哥加个微信就那么加的，很适合当艺统。”感谢陆艺统，我爱你哦。所以接下来2组已经分工出来了，让面临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熟悉的赛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继续往下看。喂，Hello， 肉肉。休息了吗？你资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吗？还没呢，我正在收拾行李呢。对了，北京天气特别干，而且最近换季，皮肤更容易不舒服，记得带上凡士林特护身体乳4号瓶，里面有4重玻尿酸精粹，涂上去很快就不痒了。啊，放心吧，我正在涂呢。我跟你说，这个特别适合敏感肌、大干皮，涂上去润润的，特别舒服。用完旋转泵头，还方便携带。我现在就把它装进我的行李箱里面。他和我一样哎，我也是皮肤容易干的类型，出差也会带上这个凡士林特护身体乳，涂上去特别水润，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真的很好用。回头给我1瓶哦。现在分小组还好一些，对，其实也不存在什么 leader 的问题。对。你要来点凡士林？谢谢。啊，这快到了，这一大平原就是一看就到北京。我把这样，我现在电脑因为还在充着嘛，可能要一段时间，充着会比较慢。然后我先把那个先把简历先给你。行，我觉得还可以是吧？好，行，那稍后我加你微信 ，OK。你们 align 好了？对 ，align 好了。简历这个肯定是，我相信肯定是 align 好的，因为到客户那儿是一体的呈现，对吧？因为我们2组肯定是竞争关系。差点忘了，他不说。就客户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况，但今天我们很多东西肯定是要协同的，对吗？小鹿在想不太对，小鹿就在思考。如果客户体验感好，我们就不去考虑那些了，我们客户体验感好一些。这脑子要被洗脑了。我有个建议，因为你这方面你全面性比我强很多，这是你的优势。你看是否可以你先做，然后我再补充。可以。好。
哇，还蛮酷的。对，到了。哎呀，熟悉的乐华娱乐。是佳老师。大公司哇，好长的前台哇，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大公司。我是拉娜，你好，我是小鹿。你好。我这是 HR。认识哈都。认识，不是租的，不是租的。这样吧，就是咱们也是第一次来乐华，正好我这块儿也先带大家先转一下，简单的对我们有个了解，好吧？没问题。来这边。这在放谁的歌？我跟王一博的。就是这个呢，是我们乐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我们乐华呢是从这个2009年6月是我们乐华女士一手创办的。哎呦！接下来这一屋呢是我们的这个录音棚，然后我们看一下卢德老师在不在啊？好。Hello，哎，蔡老师，打扰一下，我们这个你好，对，你好，上海的猎头，你好，过来参观一下，然后这位是我们的蔡老师啊，你好，电话里面有碰过，哦，你好，对，我是泽林，你好，跟您电话联系，对，你或者要么咱们一会儿一起上去吧，好，三层的会议室，好，那这边你先，好呀，来，我们团队目标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客户的满意度，对。就是我觉得你们家很专业，你们好懂这个行业，跟你们合作很舒服。我觉得这是对于客户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块的话，它可能是我个人会觉得我的性格和我的风格是重这块的。我分析一下，他们会派谁去？他们肯定会派小鹿去。小鹿他这个风格，你可能之前没有跟他详细的合作过，就是他感觉把每个客户都 serve 得非常好。那如果要对标小鹿，他就是行业优势，但我们非常切中客户想要真正解题的东西，还有我懂 HR，对，只能拿这些东西，我觉得去打小鹿，他对行业的理解，然后包括你的沟通啊、表达呀，我觉得是完全是很自信的，可以，没问题，你知道吧？对，哇，说好的合作，结果拿捏了。不要轻易相信女人。刚刚我还没有来得及正式的给您介绍一下，我是 Jelly 陆泽林这是我的名片。好的。我是娜娜，可以叫我丽娜。对，然后我还带了我们 team member 的名片。妈呀，还做了这个名，这还是经验啊，老道。这个就有点卷了，这个。感受到了女人的险恶吗？都带来了是吧？对，小鹿说呀，这是我名片。好 ，OK， 好。然后我们还有2位是我们团队的，叫曾毅，对，一个叫楚爱，对。其实还缺失了2位伙伴的一个名片，还把点出来。今天就不一一发了，因为其实我们都在一个群里面。上次沟通的时候在电话里面也都有碰到。对。好 ，OK，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好呀，好的。然后我们也是做了一份今日的 agenda， 供2位做一个参考。对，完全插不上话。小鹿好像准备不是很充分哎。其实我们也是带了很多的一些问题过来的，因为交互其实也需要佳佳，然后包括阿鲁豆老师，然后我们共同的把一些信息能够更全面的去做一些了解。那这样子我们去跟候选人、跟市场去更多的去介绍这个岗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完整的信息去呈现。了解。OK， 没问题。这36个小时呢，其实我们内部还分成了2个团队。说出来了。天哪！如果客户体验感好，我们就不去考虑那些了。小鹿脑子里面在过，小鹿饱受打击。分成了2个团队，互相在那个竞标，对，互相交流。然后你们是 team leader 是吗？对，分别2个团队的代表。小鹿一下就弱了。代表对，是。那36个小时呢，我们完成了什么哈？今天也想跟2位老师说一下，我们完成了职位洞察，然后包括我们也对人选画像和这个具体的职责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分析。那最后我们当然同步我们在完成的是人选的寻访、面试，和交付。所以接下来我要不交给泽林。因为泽林也是有很多的，包括对于这个人选画像，我们内部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是拉齐了一个方向了。我们22号这个交付，
您觉得我们做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维度，您觉得是比较满意的？首先是对于2位的这个前期付出的能力啊，我们是很认可的啊。但实际上，阿鲁德老师对这个岗位的期待还是很高的。但确实这对你们来讲是个挑战，因为时间是很紧张，对，确实是很紧张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听听阿鲁德老师怎么想。好呀。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找人这方面，因为其实经验或者是技术，这个都是一定必须有的之外，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他的这个人品跟个性。过于积极，就是沉不住气的这种，我基本上是不会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说直白一点，它是一种服务。这非常月华。就我记得月华讲一句话说，以专业能力致力艺人发展，然后怀谦逊之心实现行业价值，就既要人品又要能力。哎呀，太牛了，已经做好入职准备了，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注定你们有缘哈。小鹿，终究还是我们月华的。对的。对的，行啊，那我说一下我们的方向。当然，这个沟通的话，可能也是以我们前期的一些了解，然后跟您进行一个交流，它不一定是完全对的。我们目前的话画出来的人才画像，主要是以4个方向为主。第一个就是唱片公司的，里面专门做 A&R， 包括音乐制作这样的人才，制作部的。然后第2个方向的话，就是比较偏向音乐制作公司，包括刚才讲到的一些独立音乐工作室、音乐人这样的一个梯队。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一些像音乐版权公司，然后从这里面找一些比较推歌的人。然后第4个的话，就是要看经纪公司的，经纪公司里面针对音乐艺人这样的一些 IP 业务的人有没有合适的。可以啊，可以，我们都愿意，但前提还是我刚讲，他要耐得住性子。明白。人品就很关键。是的，对。感觉这个老师受过很多的伤嘛，是不是蔡老师一直被骗啊？人品，最重要的就是人品。就是不希望他来了以后只是想过来镀镀金，或者说是啊，我只是练练手，然后那个差不多了，我出去对吧？这样就不好了。跟艺人拍照什么的，我超忌讳这个事情。是的。对，所以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没有主动跟艺人拍照过，一个都没有。对。明天你去找他主动拍个照。好，那我下次就找他主动去拍个照。对，那艺人当然有主动想要找我拍啦。原来是这样。没有啦，但是通常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幕后从事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心态，就是当你发生了有那样子的机会，其实你会选择回避的。对。你会选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从小细节就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工作的状态在哪里。是对，那就是我们可能也带了一些 benchmark CV，想先那个看一下，就是2位老师的一个意见哈。这一位一样的哈，这是一样的。这个报告的话也看到顾问推荐是我们另外一位团队成员叫楚爱，所以他跟他电话面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这个人他的沟通能力和情商会比较高。从事过音乐艺人啊，执行经纪人，他做过许高老师的一个许嵩老师，许嵩吧，不好意思，许嵩老师的一个执行经纪人。大家对这个 profile 有兴趣的话，我们线下是可以随时见的。我见完他再回上海。我还好哎。对。看简历都是 OOKK 的。他这边，因为我看他简历上写的，从14年，他是不是一直都是音乐总监的这个角色？假设他是14年就是总监的话，那他为什么选择10年以后降成经理？他的初衷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要了解一下。那我可能要碰一下，就是一个是他到底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现在境遇是怎么样；第二，他的创新力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一位我们大概知道你们的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位是这一位，也可以看一下，小姑娘，对，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分工，然后是曾毅他已经完成了整个一个面试，
主要是他自己音乐素养还挺好的，他擅长萨克斯啊，像古筝、钢琴，然后主修的话像乐理，大学的时候也修过心理学和教育学，说明他对于人啊等等的一些沟通，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专业素养在的。我对他还蛮有兴趣。太好了，对。制作统筹这边还有写到维护子公司厂牌制作团队关系等，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眼睛一亮，就是我们未来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项目，对。然后我想跟他聊聊看，然后他虽然说他也吹萨克斯嘛，我也吹萨克斯嘛，然后就看他吹的怎么样，最好就不要给我吹牛，最好是能吹。这毕竟是主修的，就可能最快要在家里练一下再过来。太好了，那这位人选会。佳佳老师有什么疑问吗？对。我看他的这个其实工作的经历还是蛮丰富的，但是相对来讲呢，时间就是他的稳定性要关注一下，因为他可能换工作还是比较频繁的，我感觉。对，所以这一位我们会补足一下这些信息。关于我们22号的 presentation， 对于这个汇报的话，除了简历上的东西，两位老师还有什么额外想看到的吗？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一个线上的一个面试应该就好。因为我们22号主要就是对简历。对，好的，太好了，那我就不用做 PPT 了吧？对，其实我倒是觉得说可以让候选人多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OK， 好，谢谢。下次希望能带着更多的职位人选过来。好呀，期待合作。好嘞，来，慢走。哎，我们俩算是互相补足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各有优势。所以杜总这样拜访下来感觉如何？我肯定喜欢小陆啊，他在跟阿努豆和我们那个 HR 在汇报的时候，不是4点嘛，就觉得他分析的特别的到位啊。其实丽娜的表现我没有觉得特别加分，可以看得出来她跟客户是游刃有余的。小陆呢，就是经验是不足，而且跟客户的互动过程当中没有这么的商务。但是我一直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丽娜要把他们是2个 team。然后点出来，而且还要把一些不在场的人他的名片拿出来给客户，其实客户会很懵的。我不太觉得这样做好，因为对客户来说也是一个完全没有的其他信息，对吧？我觉得这个竞争应该体现在谁更能从客户那里领会到客户要什么这个东西。因为我又不是要跟你们俩合作，我是要跟你们推荐的候选人合作嘛，把准确的人推到客户面前，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工作的任务跟目标。他们就应该就一致对外嘛，而不是说耍点小心思让别人觉得你不团结啊。对。而且刚刚在跟余华的面谈当中呢，提到某一位候选人他的简历稳定性不是特别强，因为微博的征集活动，职场啊，我想问问里面也有朋友提到自己5年3跳，相对来说算不算一种频繁？所以我问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跳槽的频率太多，会不会对未来的一个找工作会有一些影响呢？这不用问了，会，肯定会吧。整体而言，你的跳槽频率太频繁的话，雇主在选择的时候第一眼就不会把你列为选择的对象。因为它不是说你技能的问题，而是你的这个忠诚度的问题。那会不会是公司对员工的忠诚度不够好呢？是你要跳槽的，也不是开的。对，你要看看是为什么。那如果你频繁被开，说明你能力不行了。啊，那确实，这是我觉得这2回事，就越稳定越好，大家都觉得。也不是。怎么判断？就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整个企业界对于人跳槽的容忍度已经变宽了。以前呢，你在一个岗位上没有3到5年，你换个岗位，人家会说你不稳定。现在呢，我觉得你只要在里面1到2年呢，你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是 OK 的。但是你1年之内换，我认为是不 OK 的。对，待不够1年，最好是不待不够1年，你为什么换？就是因为有可能公司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不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10年当中有一段是少于1年的，你解释得过去 OK。但是如果你每一段都少于1年的，那你就没法玩了，对吧？这游戏就搞不下去了。对，基本上如果我们看到简历的时候，如果是比如说1年1跳，或者说2年3跳的那种啊，可能我们就不太会见了啊。尤其重要岗位见都不会见了。对。就频繁的换工作这件事情本身，
就会有很多的问号。当你还没见到人的时候，看了你的履历就已经那么多问号了，你觉得这个事情往下做会好吗？很难的。所以建议是隐藏一些跳槽的，不是，猎头会列出来。那你日期上就有空档啊，那我肯定要问你这个空档期你在干嘛？对，你在家里更可怕。把跳那段写满。不，这个简历一定要真实，一定要真实。像刚刚杨迪说的，就是说隐藏那个东西啊，那肯定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那个都会做背调，比如说在杨天真在艺兴那边说做了1年半，对吧？实际上他只做了半年，那我们肯定，我觉得那就诚实的问题。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那是坚决不能有啊，坚决。还有包括就是说薪水，就可能赚8000块钱，非得说自己赚2万块钱那种，哇，这跨度好大。我觉得那也是不 OK 的。是的，是的。对，我发现乐华娱乐找人要求还是挺高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对自己要求还是哪方面挺高的。比如说哪些事情你就一定要做到？就我以前当员工的时候，那时候是创意型的工作，我每天晚上的话，可能晚上凌晨2、3点钟的时候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 idea，我肯定会去跟我的上司或者说下属去打电话去沟通。2、3点直接来。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啊，20几岁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已经从小时候讲到年轻的时候了，终于长大了。现在的话，就可能就不会那么较真儿。我觉得以前的话是还蛮较真儿的啊。庞博呢，有没有哪方面对自己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写段子。哎呀，我除了牛仔裤是高腰的，没有什么高要求了。我觉得你对自己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你的脱口秀内容里面，就是除了搞笑之外，你还追求表达。但其实我对这个事儿理解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不应该追求表达，因为脱口秀本身你只要站在台上讲5分钟，你都有表达，不会有人在台上说了5分钟有逻辑然后又有笑点的东西，他完全没有表达的，是做不到的啊，就是所以其实追求好笑就够了啊。苏醒有没有想到一个？做自己专辑的时候必须是这样，就是每一个词，有时候我会明明那个押上韵了，但是可能换一个字会更好，我甚至会因为那一句去录音棚里再约时间把它重录掉，包括编曲的音色，包括最后整个的那个混音的一些声音的位置，自己喜欢的专辑，自己的原创必须特别高的要求。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是我们的高要求，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不做成这样，我们自己本身也觉得对不起，就是过不了自己那关的事儿，就是你的要求。好的，我们分析这么多之后呢，我觉得另外2组其实也对自己这一次的拜访有一个复盘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复盘情况吧。Hello， 小哥，你开一下你的麦，小哥。你还好吧？没有冷吧？有没有冻到啊？还好，没有那么冷。首先啊，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过去拜访了大概2个小时不到。今天的话，我和拉娜的话，主要是见了今天他们的 HR 佳佳和音乐总监阿鲁托老师。首先，我们2个候选人他们都是感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刘女士。厂牌制作，他是最感兴趣的，怎么去维护的，他需要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沟通。然后他们组呢，就是拉娜他们组的话，他们准备了2个简历。是他们之前有分享过的吗？没有分享过吧，我不记得有这个人。第一个人他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锤。我稍微打断一下，我只是想跟你确定的2个点是，首先呢，因为昨天我们探讨过，今天有什么办法你可以脱颖而出，照 Lana 来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小组脱颖而出，或者说你会让他们2个印象深刻，这是一个。然后2个就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也许跟我们之前所了解的不一样的一些点，而且我们还要做 PPT。OK， 那我今天聊的东西我就写成文档给你们呗，你们有问题再私下去问。然后你刚才讲的区别的点啊，我觉得我们推人的话，可能更追求质一些，这是一个点。然后第2个的话就是我今天直接跟客户说了，我说你的标准是什么？他说要看人，我说所以我们不做 PPT 了。我就直接说了不做 PPT 了。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涉及到我们分工的问题。对，他说他不想要 PPT 了吗？他明确说了吗？原话是小鹿就追问了一句说，那我就可以不做 PPT 了吗？然后他们就笑了笑，可以的。
那我就不用做 PPT 了吧？但我不觉得这个他们就是一定不要 PPT。这个是要的意思，这个是要的意思。这要是2组，一组要，一组不要，那组肯定吃亏啊。对。我认同，我们还是要有个 PPT， 因为就像另外一组的话，他们其实是没准备简历，对吧？我们今天是有东西有简历的时候，他们其实拿在手里面，它更实体啊，还是不一样，体感不一样。首先，我们在这个是印象分已经比另外一组可能要好，那我们就直攻这个，对吧？对，直击他们要点。就是我们至少要有个概览，因为另外一组我看上去是不太会有任何的概览和 PPT 了，我估计它会 influence 这个角度。OK， 没问题。好，你先吃口饭吧。好的。哎，我先把那个表格填了，梳理一下今天打的电话。你看这个人，他这个简历这么花哨，我想让他给我发一个正经的简历都没有，做的像做笔记一样。上面很多的信息确实都很不清晰。所以我给他推荐了猎聘的简历优化功能，上面有专业的简历顾问1对1帮他优化简历。哎，确实，上面的顾问看起来都很专业，这样候选人到时候获得面试的机会概率会更大。我们这种比他们厉害，好吧？我们不加班做出来的比他们还多，而且我们有候选人，我们在候选人上面还是可以的。对啊，猎头不就交付候选人的嘛？候选人都没有，你在做什么猎头啊？这话。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对，我叫丽娜。你可以叫我拉娜。对，我直接就哇。我看一下他帮长什么人？哎呀，抱歉让你等那么久。然后我是丽娜拉娜。对，这是我的名片。OK。对，然后想说有个线下的一个面试就特别时间呢不长，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去上海过来，然后做了完全更多的去了解到了月华对于这个拜访呢，从那个上海过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职位它的人选画像有没有岗位为什么会 open 的？到底哪一组会获得月华的认可呢？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都无所谓吧，我是结果导向的，就他面试完了到我这一边的话是什么样的人，我可能更关注一些。职场上面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要表现一些自己的药性，但是怎么样恰到好处的不让人反感你的药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的，我觉得这个药的表现上知行合一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你不能光讲空话大话；第二呢，你不能只有个人的表现，没有团队的表现。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我很要，我是属于在我自己工作完成之后，会问别的组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我觉得在帮他的过程中，表面上是帮他，其实我多了一个训练机会。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所以目前看来，两组都在对这个同样的任务进行了自己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接下来他们如何把握这3个案子呢？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我们2组当中分别选出1位表现最好的，成为接下来2个项目的 leader。怎么没走呢？一个都没走。打完女装不行，到会儿让小鹿来吧。他还在北京回来的路上。司徒，你的那个 PPT 比较擅长。我不想做。混乱不堪，司徒好像有点带不动这边。就像让候选人自己，这不行，也没时间，就是给他确认一下这个方向，该做的东西都没做完，在这人也没用。怎么交付啊？还不是特别的满意。这样的简历我是不会往下推的。我不想听到这些啊，我也不想听到这些。这个风险不应该让客户去承担。我其实对于这次的合作是非常失望的，我俩的做事思路可能有更大的差别。他的节奏会比较快一些，目的性比较强一些。我说难听的，这2个人都比较固执吧。我其实 push 不动他。他非常直接，大家压力都很大，让我很不舒服。我愿意自己做 leader。
在我的择业价值排序里，热爱是排第一位的。作为应届毕业生，我其实还是有为爱发电的想法的。我认为任何工作的本质其实都是价值交换的一种雇佣关系。在打工的过程中，我们难免都会遇到一些职场人际或者工作强度这样的问题。如果有足够的热爱作为动力支撑，就比较好坚持下去。我相信以热爱作为价值引领，在任何行业的细分领域坚持深耕，积攒经验，在多年以后，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行业资源和高薪这样的价值。